一是颜月真的遭遇了不测，二是宗客为了引我现身设下的局，无论哪一种，我都必须尽快赶过去。这是西南总督的信物，你收着，日后用得到。我知道了，你一路小心。另外，还要你安排2个人先将孟老接过去。他出自苗疆，又曾经是军医。这几个月，我们也研究了许多治疗外伤有用的法子，他兴许能帮得上忙。我跟青青等豫州这边的事情走上正轨，就去找你们。宗雀点点头，然后带着裴寂走出了巷子。陆泱泱在前往西南锦州府的路上，迎来了自己16岁的生辰。从豫州来的？这么远？你们3个姑娘来花州城做什么？我们姐妹是来花州城寻亲的。我有个远房表叔在花州城开药铺，我们姐妹在家中已无依靠，就想来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寻到亲人。大哥，是城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寻亲可以，但是要留下对方的名讳和住址，以及你们即将落脚的地方，否则一律不得进城。陆泱泱没想到对方竟然会这么严格，他就是随口编的，他去哪儿找远房的表叔啊？二叔是我，泱泱。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来投奔二叔啊。走，先回家，你二婶在家等着呢。泱泱，真的是你吗？太好了，太好了，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哎呦，瘦了呀。二婶，到底出什么事了？娇娇呢？娇娇她。二夫人这些日子早已经为了这事儿操碎了心，只是强撑着又无人能倾诉。泱泱啊，你帮二婶想想办法吧，二婶实在是受不住了。你说说，我们娇娇是个什么命啊？二婶，你别急，慢慢说。娇娇留信离家出走了。不会的，这不可能。泱泱，你最了解娇娇了，她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你能不知道吗？她呀，就是喜欢凑热闹，但她绝不可能做出这种流疏出走的事情来。这事儿啊，一定有蹊跷。我可怜的娇娇啊！二叔，你把娇娇怎么出走的，整件事情都跟我说一遍。娇娇跟我们来了花州城之后啊，只她一个人，很是无聊。于是呢，我们就没有限制她外出，只要带上人就行了。花州城虽然地处偏远，但是气候好，收成不错，人情也淳朴。娇娇呢，日常出去玩，倒也没出过什么事儿。后来她迷上写画本子，到处跑着去听故事，我们呢也就习惯了。只要她安全，玩得开心就好。前段时间，也就是2月2的时候，是花州城这边的花朝节，几乎全城的百姓都会往花神庙去祭祀。我身为知府，又是头一年主办花朝节的祭祀活动，也十分重视这个事情。花朝节上会提前选出来一位才貌双全的姑娘做花神，一起前往花神庙参加祭祀。原本呢，花神定的是花月楼的花蕊姑娘，结果临出发的节骨眼上，花蕊姑娘不知怎的突然高热不退，无法参加祭祀。眼看要出发，又要临时重新选出个姑娘来充当花神，实在是有些忙乱。娇娇恰好这时候呢跟着来看热闹，就说让她来好了。花神在花州城啊，是一种祝福的象征。我虽然有些犹豫，但见他也只是凑个热闹，想着也未尝不可，便允了他，让他换上了花神的衣服，一起去了花神庙。那天的花神庙啊，到处都是人。祭祀完之后，我就被同僚拉走了，只来得及叮嘱让他莫要贪玩，早些回去，还指了2个护卫去跟着他。可哪知一直到晚上我脱身回来，他都没有回家。我当时便疑心他是不是出了事儿，赶紧派人去找，结果找了一整夜都没见着人呐。最后
丫鬟在他房间发现了他留下的书信，信中说他一个人留在华州城实在是太无聊了。华州城又挨着锦州城，他打算去找严小侯爷，这不是胡闹吗？此事实在是荒谬，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信。可那确确实实是他的笔记，连语气都对得上。后来我们又在他写话本子的那些草稿里找到了他跟严小侯爷先前的通信，信不多，写的也多半是一些风土人情的故事。只最近的一封，也就是去年年底之前，严小侯爷的信上说西南边境有些动乱，他可能要出征，下次回信会晚些。他失踪了之后，我们担心他是真的跑去找了严小侯爷，就立即给锦州军营那边去了信，但是至今也没有收到回信呢。我身为知府，不能擅离职守，便托了人亲自去锦州打听。可是得到的消息是锦州最近戒严，军营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别说是信了，见不到人，也打听不到严小侯爷的消息。我只能留了人一边在锦州找，一边戒严华州城，看有没有可疑之人。娇娇绝对不是这样鲁莽的人，他即便是真的对严小侯爷有意，也绝不可能一声不吭的留书出走的呀。陆洋洋早在听到颜月的时候就察觉到这件事情不对劲了。颜月在年前就已经失踪了。二叔审过花蕊姑娘吗？自然是审过了，那天所有相关的人我都挨个亲自去问了。花蕊姑娘只是碰巧感染了风寒，甚至她都未曾见过娇娇。娇娇留下的信呢？二夫人将装着信件的木盒推到陆洋洋跟前。我也问过娇娇有没有心仪之人，娇娇说没有。京城那件事对她的打击还是有的，我看她跟颜月通信也不过正常来往，并未有出格之处，我实在是想不通，如何会发生这种事情啊。陆泱泱将盛云娇最后留下的那封信给拿起来，字数不多，笔迹也不算平稳，像是匆忙之间写下的。这封信太短了，有没有多余的信息，像是专门为了告诉你们他为什么离开一样。洋洋看出什么了？这封信笔迹匆忙，像是来不及了，匆匆交代一声，所以简短干脆，告诉你们他去了锦州找颜月。若是娇娇早有打算去锦州找颜月，他会什么准备都不做，给你们留书的时候也匆匆忙忙，只写这几句话吗？他就算真的要给你们留书，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他也该十分纠结，犹犹豫豫才对。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走，身边的丫鬟也没有透露一个字儿。他那张嘴有时候就跟漏勺似的，我都不知道他何时这么嘴严了。就连花朝节那天，丫鬟跟在他身边也没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娇娇还说换完衣服就去庙会上逛一逛，结果就那么个功夫，他人就不见了。对啊，说是他真的有心要离家出走，他怎么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连银子都没带着？肯定是有人挟持了娇娇，肯定是这样的。二叔二婶，这里没有外人，我便直说了。我这一趟的目的其实也是去锦州，因为年前颜月就在霍阴山失踪了，至今没有消息。这封信的确是娇娇写的，但是二婶说的没错，应该是有人逼迫她写的，或者是她给自己争取了写这封信的机会，也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当然也有可能是逼她写这封信的人故意让她留下的线索。洋洋，你的意思是娇娇的失踪可能跟颜月的失踪有关系？也许是巧合，也许是颜月遇到了什么事，恰好连累到了娇娇，但一定跟颜月的失踪有关。如果这么串起来的话，幕后之人一定有眼线藏在花州城里。二叔，那个花蕊姑娘还在花州城吗？在的，是否要重新提审她？花州城不是第一次举办花朝节，而是年年都有。
既然今年选了花月楼的姑娘，那说明过去多半选择的花神人选也是这些才貌双全的名妓，或者是花州城里想要以此来博名望的姑娘。如此好的机会，那个花蕊姑娘为何要放弃？二婶，帮我找一件合身的男装，我要去一趟花月楼会一会那个花蕊姑娘。什么？不行不行，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去那种地方？你既觉得那姑娘不对劲儿，叫你二叔将人提了，悄悄审就是了。是啊，洋洋，我叫人将她带到府上就是。二叔二婶，要是真的跟那个花蕊姑娘有关系的话，她如今还留在花州城，就是为了模糊视线。若将她请来，就打草惊蛇了。你们放心吧，我有些身手，二叔再安排2个人扮成客人，同我一起去就是了。这，二婶，娇娇与我同样重要，若不弄清楚她的安危，我也难以心安。洋洋，拜托你了，万事小心。二叔二婶儿感激你同娇娇情谊深重，但切记凡事以自己的安危为重，否则二叔二婶这辈子心里也要过意不去的。不知公子想听什么曲？你背后之人是谁？绑架知府千金，该当何罪？奴家不知道公子在说什么。公子若是无意听曲，还请早些回吧。陆泱泱盯着他，未曾出声。公子若是不走，我就叫人了。你是想好好说话，还是我逼你说？我可不是知府大人，还要给你走流程。我既然发现了你有问题，还找了过来，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花蕊眼看着来者不善，张嘴就要喊，但是声音还没发出来，就被人捏住了脖子。外面都是我的人，我的目的只是见到你。如果你老实交代的话，我也不为难你；如果你一定要跟我兜圈子，我不介意直接送你一程。你到底是什么人？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才对，你究竟是什么人？花蕊姑娘。陆泱泱勾了勾手指，一只纤细的小蛇从他的袖子口里爬了出来。想对我用毒？苗疆人。你怎么发现的？一进门就发现了，你的屋子里点着香，是一种来自苗疆的古木香。我原本对你只是怀疑，觉得你有问题，但是闻到你那个香之后，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花昭节的事情就是你做的。一个来自苗疆的苗女设计掳走了盛云娇，陆泱泱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一个人，大殿下身边的那位宫女雪烟。谁指使你的？你把她弄到哪里去了？你是奉知府大人的命令来找他的吗？若是我说他已经死了呢？你背后之人是谁？你们若敢伤他性命，我先剐了你，再剐了他。原来是个姑娘啊，你对付不了她的。那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企及的人。于他而言，我们这些人的性命、人生，也不过是脚下的尘泥。你杀了我吧，我不知道他会如何，我只是负责将他送走。哼，不能企及的人，大殿下、宗客，还有谁？花蕊惊得瞳孔微缩，甚至下意识的想要昂起头去看一眼陆泱泱。你跟雪烟是什么关系？姑娘如此机敏，怕我再说谎也瞒不过姑娘。雪烟是我姐姐，我们姐妹孤苦，自幼相依为命。后来失散，她辗转进宫为奴，我在人牙子之间流转，最后辗转流落花月楼。几年前，姐姐的人找到了我，我们姐妹才终于得以重逢。她是我此生唯一的亲人，她倾尽一切去守护的那个人，是她的命，而她是我的命。半年前，我见到了那个人，他是个很温柔的人。他问我，
愿不愿意离开这里，跟姐姐永远在一起。我当然愿意，所以我答应了为他做事。宗客想利用他做什么？陆洋洋有点想不通。如果颜月的失踪跟大殿下有关，大殿下已经抓到了颜月，那他不管是用颜月来威胁宗悫也好，还是直接杀了颜月挑起矛盾也好，都说得通。但是抓了盛云娇，一个跟他想要的权势斗争毫无关系的人，他对你而言一定很重要吧？对我而言，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姐姐了。你乱动一下，立刻就会死。我对你们的姊妹情深不感兴趣，你也不用试图跟我讲故事。你为了你所谓的姊妹情深，能够牺牲无辜的人，我看也不过如此，根里都烂透了，还非要找个借口来伪装一下，真叫人恶心。别废话，回答我，宗客究竟想要利用他做什么？我不知道，他只是让我想办法将盛小姐绑走，不要叫人发现端倪，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封信是怎么回事？那封信是那天晚上盛小姐醒来之时，我为了以防万一让她写下来的。她问我她会不会死，我说我不知道。她或许是猜到了什么，匆忙之下留下了那封信。我看过之后没有问题，便托人将信悄悄送到了知府大人府上。做完这件事之后，我本来可以离开的。他答应了我，做完这件事，我就可以到他身边去，同姐姐一起形影不离。我以担心让知府大人起疑为由，拖延着没有走。你可以杀我，可以对我做任何事，但是能不能不要牵连花月楼？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迷星曼陀罗，你可知道？什么？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你说雪燕之前托人找到你，是不是因为这味药？你到底是什么人？3年前京城发生了一件大案，有人以孩童的脑髓入药炼丹，短时间内能让人容光焕发，因此风靡京城，千金难求。后来经过查探，发现那味丹药的主要药引是一种叫做迷星曼陀罗的药。据说此药来自西南密林，而顺着这条线索，唯一跟西南有关之人便是大殿下身边的宫女雪烟。只是当时所有的线索都断在这味药的出处上。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当年是你帮忙拿到这味药的，对吧？你说什么？是你帮的他吗？是我。哼，真是伟大的姊妹情深呢。公子，找个借口，不要让人发现他不在花月楼了，将他悄悄带到天成商号去，别让人发现。不带回府衙吗？府衙可能有眼线，以防万一。见过姑娘，姑娘有何吩咐啊？让人传话给君义公子，托他帮我查一查京城圣国公府的三姑娘盛云珠现在何处。陆洋洋说完让掌柜的传信给盛君义查盛云珠的消息之时，眉心都已经渗出了冷汗。若是娇娇真的是被大殿下带走用来威胁颜月的话，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性命之忧，但是若落到了盛云珠的手里，他根本就不敢想盛云珠会做什么。大殿下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都是他们同我联系。我姐姐只去年来过一次。大殿下来西南是为了找小医仙医治他的跛脚，你知道这件事吗？姐姐同我说了，但他们似乎对小医仙并没有那么热衷，只是托人打听了小医仙的消息。在你们苗疆可有办法医治他的脚？花蕊沉默片刻，张了张唇，似乎想说什么，但又垂下了眸子。你很在意花月楼的人，
是吗？你想做什么？你要杀要剐我都认了，你别动他们，这些事情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求你，我求求你，你冲我来！做这些事情的人是我，你要把我怎样都可以，求你别伤害他们，他们是无辜的。那些因你们姐妹的私心而死的人，他们不无辜吗？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你绑架的人是知府千金，你觉得花月楼能逃脱吗？你想一个人担责任，你拿什么担当？你说跟花月楼没关系就没有关系了吗？还是你觉得出了这样的事情闹大之后，大殿下和你那个姐姐会为了你奔走保下你，或者替你保下花月楼？此事可还牵扯到大殿下，你想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觉得可能吗？你不妨猜一猜，在你这个多年没见的妹妹跟10几年相依为命的大殿下之间，你的好姐姐会选择谁？是不是觉得背后有大殿下撑腰，这件事情不可能闹大？你绑架的知府千金背后是京城圣国公府，一个被皇帝下令软禁永远不可能继承皇位的无用皇子，跟一个手握实权的公府两边打起来，莫说你一个人出来认罪不管用，便是加上你整个花月楼，你觉得管用吗？大殿下为何叫你掩人耳目，你都没有想过为什么吗？他不过一开始就是在告诉你，此事你花月楼担着，与他无关。而如今我已经找到了你，你觉得花月楼拿什么脱罪？你血缘关系的姐妹之情还要拉上他们一起陪葬吗？求求你，求求你！想清楚了的话就回答我的问题，我可以保你花月楼不受牵连。我说苗疆可有能医治大殿下的法子？没有。我看过大殿下的伤势，是因幼时高烧落下的伪症，是不可能治好的。苗医虽善骨症，但也治不了这个，最多只是可以缓解疼痛，没可能恢复如初。但是花蕊沉默下来。但是什么？苗疆有10多个寨子，世代信奉古神，对着古神立下的誓言一定会应验。苗疆有一个不能外传的秘密，生自苗疆的人出生懂事之后所立下的第一个誓言便是死守这个秘密，若有违背一定会遭遇惩罚，不止终生都无法再炼成蛊，还会遭到蛊虫的反噬而早亡。传言蛊神栖身的地方在霍阴山和西南密林之间的月牙湖畔，那里有一个古老的小国，叫做月川国。苗疆虽在大昭建立以后因为武力镇压而归顺大昭，但自始至终苗疆所侍奉的都是月川国，而历代月川国主所供养的蛊虫叫做长生蛊，乃蛊神在人间的分身，可活死人，医百蛊，续蛊重生，令坏死的皮肉重新焕发生机。这些都是苗疆的传言，我们自幼都严禁讨论有关月川国的一切，但每逢祭祀蛊神之日，大祭司都会消失几天，圣女到了适婚之龄也会被秘密送往月川国，因此我们都相信月川国是存在的，也相信蛊神一定会庇佑我们。姐姐回来以后曾跟我提起过月川国的事情，我当时并未多想，但我隐约觉得她这次回来大概是为了长生蛊。月川国，长生蛊。陆泱泱没想到竟然能从花蕊这里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丫丫，先看着他，你若是死了，我一定牵连花月楼，且不会放过你姐姐。花蕊咬唇，轻轻地点了点头。
陆泱泱带着盛二爷去了另外一个空房间里。江阳，怎么回事？你怎么把花蕊姑娘带到这里来了？莫不是真的跟她有关系？那娇娇现在如何了？有没有？是花蕊用计绑走了娇娇，指使她的人是大殿下。什么？怎么会？这怎么会？虽是猜测，但我怀疑此事可能跟盛云珠有关系。我已经去天成商号打听盛云珠的下落了，我怀疑他可能暗中离开了京城。盛云珠，我在江南的时候遇见了二哥，他告诉我他把盛云珠送到了镇国公府去，所以我原本也没往他身上想过，只是大殿下同娇娇素不相识，即便是因着颜月，西南如今的局势也不是颜月或者娇娇能影响得了的。以大殿下的心计，不太可能会走这么一步棋。然后我从花蕊那里得知了一些旧事，当初京城青莲案那味药引出自花蕊之手，给了大殿下，许多线索串联起来，我怀疑是盛云珠同大殿下做了交易，绑走了娇娇。盛云珠没有办法轻易离开京城，但若有大殿下相助，也不是什么难事。他用心歹毒，你跟二婶也得小心为上。我之所以约您来这里见面，是因为府上大概率有大殿下的眼线，大殿下不希望将此事闹大，所以应该暗中派了人盯着您。他盛极深深如何养出这么个畜生来的？娇娇要是落在他手里，可哪里还有活路？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他们把他绑去了哪里？瞧瞧他。花蕊只负责将娇娇送走，并不知道被送去了哪里。但是我从花蕊那里得到了一些别的消息，或许跟颜月的失踪有关系。如今想要找到娇娇，就得先找到大殿下和盛云珠。二叔，如今之计，我们必须得做两手准备。我带着花蕊去找人，二叔留在花州城，务必稳住花州城，千万别让大殿下钻了空子。官场上的事情我不懂，就要劳烦二叔使力了。你是怀疑大殿下动不了西南兵权的话，会绕道从花州城入手？我倒是没想这么多，只是大殿下此人暗中做了许多事，我担心他会试图搅动西南叛乱，势必祸及花州城，所以无论如何，二叔要做好防范，不要让大殿下有可乘之机。我明白了，你且放心，我绝不会让大殿下有机会搅乱花州城。事不宜迟，明日一早我就启程。花州城里还需要二叔帮忙遮掩，不要让人发现花蕊离开的事情。江阳，二叔拜托你了，我一定把娇娇带回来。陆泱泱也郑重承诺。盛二爷抬头，两人的目光相触，都明白彼此的意思。你可知道怎么去月川国？我能说的，不能说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别说是我们整个寨子可能也只有大祭司和圣女去过月川国。圣女去了月川国就不会再回来，所以知道路的应该只有大祭司。但是大祭司是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去往月川国的路的。那你觉得大殿下跟你姐姐能知道吗？不可能。知不知道亲自去看一眼不就行了？你就不想知道你视为生命的亲姐姐这些年究竟都经历了什么，还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吗？你在意花月楼的姑娘们，说明你心中尚有暖意，不忍牵连无辜。但你姐姐会在意吗？你就一点都不想知道她有没有骗你？不会。不，你那么坚定的话，难道还害怕知道答案吗？我带你去，我做的孽我来还，我帮你救人，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牵连花月楼。好，一言为定。我以古神的名义起誓，绝不食言。你们是什么人？来做什么的？我们是从江南来的客商，此次来贵宝地是想同你们的寨主谈一桩生意。谈生意？全都抓起来！等一下，13哥，是我，花蕊。花蕊？怎么是你啊？你如何同这些什么商人混在一起的？ 13哥，
我许久不曾回来祭拜母亲，恰好碰到有客商前来，便与他们一路过来，想回去祭拜下母亲。13哥，可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黎13欲言又止地看着花蕊。既然是这样，我也不瞒你了，我只2个人同你一道去雨花寨，你去了便知道。至于其余人，我必须将他们带回寨子。听13哥的，只这2个是我的姐妹，是同我一道来的，我能否带着他们一起去雨花寨，然后再回来找你，可好？你带着这几个人回寨子，同五哥说一声，我带着他们去雨花寨。接下来的路无法赶车，他找了户附近的人家将车停好，带着他们朝着雨花寨走去。雨花寨36户，154口人，一夜之间全被灭口，烧了个干干净净。大祭司失踪了。你说什么？花蕊只觉得脑子轰隆一声，耳畔也嗡嗡的，一时间整个世界仿佛都陷入了混沌一般，万籁俱寂，他听不见看不见，身体也失去了支撑。李大哥，我能问一句，雨花寨这是怎么回事吗？花蕊她时常念叨着没空回来祭奠母亲，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回来，还说要多住些时候，怎么会这样呢？你们不是苗寨的人，有些事情不能告诉你们。那我能问一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吗？看烧毁的痕迹得有好几天了吧？是7天前的事情。那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报关了吗？寨子里还在商量如何报关的事情。你们既然是花蕊的朋友，花蕊虽然离开了寨子，但始终是我们苗寨的人，所以你们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们。只是在我们找到凶手之前，你们不能离开苗寨。我先带你们去附近的村民家里落脚休息1晚，明日带你们回千里寨，等抓到了凶手再送你们离开。可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100多条人命，怎么能不报关呢？我们苗寨有自己的考虑，当初归顺朝廷的时候，朝廷也同意。寨子里的事情我们可以自行处理，若有处理不了的再报关。哦，这样啊。陆泱泱轻声应着，想再打听点什么，又担心说多了会引起对方的警惕，只得先点头附和，闭了嘴。我隐约听见了黎大哥跟你说的话，雨花寨被灭口，大祭司不见了，这意味着什么？我不说，想必你也明白了。什么？西北天花案，疫病的源头，追查到宿州上林村，全村200多人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这件事是大殿下做的，我有一个猜测，做不得准。大祭司之所以会失踪，应该是已经答应了给他带路去月川国，雨花寨只是个警告，若大祭司不妥协的话，遭殃的会是整个苗疆。我说的话可能很残忍，但是现在没有时间给你悲痛了，你自己考虑，是要振作起来守护你的家乡，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等到他们放你离开。求你帮我。陆泱泱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抓住了他的手，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终于渐渐地缓了过来。我现在该怎么做？怎么才能不把苗疆卷入其中？他们到底想要怎么样？锦州城那一边我已经让人去通知官府了，雨花寨的事情我建议先秘密报关，但是当务之急还是要想办法说服苗寨的话事人帮我们找到通往月川国的路。报关的事情倒是不难，只是月川国怕是不可能。苗疆自来以古神为信仰，若非逼不得已，我便是死也不可能把这件事告诉你。月川国就是苗寨的信仰，苗寨永远不可能背叛古神，背叛月川国。所以你觉得雨花寨为何被灭口？大祭司为何会失踪？若以整个苗寨为威胁的话，大祭司会如何选择？花蕊一瞬无言，在他的心目中，知道月川国的秘密，但绝对不可能吐露这个秘密的，
就是大祭司。那若是以整个苗疆作为要挟呢？雨花寨为何会被灭口？若雨花寨只是一个警告，对方若是达不到目的的话，那真正要面临灾难的是整个苗寨。我知道了，我去找13哥，他是千里寨寨主的孙子，这是能解大部分蛊毒的药，你们警惕些，要是我回不来，或者情况有变，你们就赶紧逃吧。见机行事，我们分头行动。你跟着花蕊去见寨主，你找机会躲进密林去。3天之内，如果我没有去找你，你再设法来救我。我不跟着你的话，他们给你下毒怎么办？我已经让明秀去了锦州，很快就有人来支援的。如果我们这几日无法说服寨主去不了月川国的话，只要扛过这几日就好。那你小心。怎么样？13哥已经答应了带我去见寨主，我会把事情都告诉他。事关苗寨的安危，寨主应该会慎重考虑。只是苗寨同外面不一样，寨中的事务都是由寨主和族老们决定的。寨主就算相信了我说的话，也未必会愿意告诉我们去月川国的方法。届时我们可能都会有危险。我同13哥有些交情，我可以求他现在送你们离开，这样你们就不会被牵连其中。待我这边有结果以后，我再让他去找你们。我让青青留下，我跟你去，以3日为限，即便不成功，我也有办法让他不敢动我。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逃出来。月川国既然存在，就没有找不到的可能，我们自己去找就是了。那我们现在就去，13哥已经在等着了。黎寨主本来早已经睡下，被喊醒之后，听到黎13的汇报，久久没有出声。同你回来的是花家那小丫头跟一个外人是吧？黎13点头。你说他们是跟着商队来的，那商队的底细查了吗？还没有。先回去吧，明日一早召集族老过来商议过后再说。13哥，怎么样？寨主怎么说？我已经将我的担忧告诉了祖父，但是祖父什么都没说，只说明日一早会召集族老们商议。花蕊咬唇，忍不住面露焦灼。既然如此，你先不要着急，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才有精神应对。寨主没有立刻让人将你带过去，说明此事还有商议的余地。这位姑娘说得对，你今晚好好休息，一切等明日祖父见过族老和寨主们之后再说。花蕊心里再焦灼也没有办法，只得点了点头。姑娘贵姓啊？我姓陆。陆姑娘，可否告知同你们一道来的商队是何方人士，做什么生意的？他们是盐商，这次来是想要跟黎寨主谈一谈盐井的事情。这可不妥呀！陆姑娘有所不知，苗疆的盐井产量小，也就勉强够苗疆自用罢了，且同官府也签过协议，绝不能用来牟利，否则必然会给苗疆带来麻烦的。黎大哥不用担心，我同那位明公子是旧识，碰巧遇见，这才与他们同行。明公子是盐帮的人，想来也不会做知法犯法的事情，估摸着只是想要来了解一下情况。这个黎大哥若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问明公子。黎13神色微变，听到对方是盐商的时候，他就已经够惊讶了，竟然还是盐帮的人，这下更麻烦了。这冒昧问一下，陆姑娘是做什么的？原本我以为你只是花蕊的姐妹，与她同行罢了，现在看来似乎并非如此。我是来找人的，我妹妹被大殿下和雪烟给带走了，我怀疑他们来了苗疆，便请求同花蕊姑娘一道追了过来。只是后面不用说，黎13也知道了。除了见过雪烟来过，我确实也不曾见过其他人来苗疆。但明日族老商议过后，若有线索，我再告知陆姑娘。你们且先留在这里休息，我会吩咐人给你们送来吃的过来。明日有结果，我再过来。有劳了。你们早些休息。如今这种情况，将明公子的身份告诉他们，不会招来麻烦吗？不告诉他们才麻烦，
有些秘密只有死人才能守住。陆泱泱就是故意将明若是盐帮的事情告诉给黎13的，要不然万一对方想一起灭口的话，只要给他们下点药直接弄死，神不知鬼不觉的，谁能想得到？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是有错，娇娇的事情与你责无旁贷，但是其他事情却并非你所愿。不是你不去做，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坏人想要做坏事的时候，总有无数种办法和理由。你一味的责怪自己，能改变什么？你既有心不过，就打起精神来。我现在想找到娇娇，也能指望你来帮忙。你要是真不想帮忙的话，你索性干脆点，我送你一程。花蕊微愣，也终于彻底清醒过来。早些休息吧，明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我说什么？哼，这两姐妹明目张胆的勾结外人，陷苗疆于险境，我看就应该先将她给处置了。花蕊见过各位寨主和长老，花蕊自知罪孽深重，愿意承担一切罪责，只求寨主和长老们告知通往月川国的办法，寻到大殿下和无辜被卷入其中的人，解决苗疆的危机。拖下去！住手！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莫不是要出尔反尔？泄露族中机密，该死！她们姐妹俩，一个勾结大殿下，一个勾结外人，给族里带来这么大的灾难，死1万次都不够的。此事牵连到大殿下，皇权之下，我们不过区区蝼蚁。你在乎他的死活，谁来在乎整个苗疆的死活？不错，他泄露我们苗疆的机密，将苗疆置于险境，必须先处置了他。对，如果不是她们姐妹，我们如今怎么会如此被动？不光是他，这个外人也要一并处置了。都住口！大长老，花蕊自有错处，但如今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解决眼下的危机，此事可否容后再议？我苗疆信奉古神，乃天命，违天命者必死。你们还有何异议？我有异议，天命比人命重要，比你苗疆还重要，是吗？是。都听见了吧？所以你们还有什么好讨论的？你们大长老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意思只有一个，出了问题都去死好了，这就是你们苗疆的命。而这个罪孽是雪烟姐妹带来的，你们要恨的话就恨她们姐妹好了。大长老所言难道不对吗？所以你们不去恨大殿下贪得无厌，也想要得到长生谷之名，肆无忌惮草菅人命，害死雨花寨100多条人命，也不恨你们大长老一点办法不想，明明还有机会解决眼前的危机，却要你们直接接受后果。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那可是大殿下，你一个小丫头怎么能如此大逆不道？大逆不道？我不过是说了实话，变成了大逆不道，合着在你眼里，大殿下草菅人命是对的，你们大长老不管你们死活也是对的了。姑娘所言确实振聋发聩，可大殿下又岂是我们能招惹的人物？我们苗疆偏居一隅，与大殿下也无怨无仇，却遭此横祸，我们又能如何呢？全是压人啊！这世间可还有公道可言？公道？还真是可笑啊！你们也有资格说公道吗？你们迫于大殿下的权势，即便知道雨花寨被灭口之事与他有关，却不敢上报官府，只觉得螳臂当车，连试都不敢试一下。可你们所作所为同他又有什么区别？在你们眼中，大殿下是达官贵族，他便是为了一己之私灭了你们整个苗疆，你们也无可奈何。那你们一声令下就要让他去死，根本不管他初衷如何，是否是被牵连。你们想过他的公道吗？你们的公道是公道，他的公道就不是公道吗？说得好，花蕊，我们银花寨保了，他往后就是我们银花寨的人，他触犯族规，需要受到怎样的惩罚，也必须等此事了结之后再行处置。银凤，你是要勾结外人造反吗？
随便你们怎么想，大不了我这二长老不当了。我们信奉古神，古神可并未降下旨意让我们坐以待毙，向强权低头。若最终都是死，我们也要讨个公道再死。今日这会，我们银花寨不参加了。彩萍，带人一起走。放肆！你如此行径，将苗疆置于何地？来人，将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大长老怒喝了一声，话音落，陆泱泱突然扬手往空中丢了3个银色小球，砰的一声接一声，小球炸开，整个议事堂内瞬间烟雾弥漫。我们现在怎么办？趁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没追过来，我让人送你们离开月牙山。我们不回月牙山，去银花寨。什么？你不是为了逃走？我什么时候说过要逃走啦？我还以为你刚刚闹这一出，就是要趁乱离开呢。此地不宜久留，我那个烟球没有毒，只会短时间吓唬吓唬人，干扰一下视线。再不走，他们马上就要追过来了。那我带你去银花寨。我们遇到一点小麻烦，你的生意短时间内是谈不成了。你是现在离开月牙山，还是跟我们走？我跟你们走，只不过我这几个兄弟还请帮忙安置下。等到其他人得知他们跑到了银花寨的时候，已经晚了。银婆婆和银彩萍已经接到消息赶了回来。陆姑娘，你既然不是要逃走，为何要闹那么一出跑出来啊？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苗疆几千人，便是调出个几百人来，我们也插翅难飞。我们怎么可能跑得掉？你们不会真以为我们这么顺利的跑到银花寨，是因为我们跑得快吧？难道不是吗？是黎寨主在放水。啊！我那烟球就是街上杂耍糊弄人的小玩意儿，连1刻钟都挡不住。我们如今跑了快1个时辰都没有被抓到，你自己想想，离谱不？那你那番话也不是为了说服大长老他们？苗疆传承不知道几百年，早已约定俗成的规矩，就像你们大长老那种顽固不化的，怎么可能被我几句话就给说动？我就是说到天上去，他也不可能改变主意。我要是不想办法赶紧跑，你觉得我跟花蕊，我们2个还跑得掉吗？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实话，但也是为了拖延时间和观察谁愿意帮我们。苗寨说得上话的也就几位长老跟几个大寨的寨主，二长老是明确愿意帮我们的。黎寨主没有立刻要花蕊的性命，说明他要么内心动摇，要么有别的考量。这种情况下他不会立刻做决定，但也不会明着帮我们。所以确定了这些之后，我主动带着花蕊逃走是最合适的时候。再等下去只会对我们不利，而二长老即便再想帮我们，以一己之力也无法撼动整个苗疆，且会变得十分被动。我知道了，祖父是想要找出解决的办法，而大长老只想守住苗疆的秘密。祖父不能明着做决定，他需要时间，同时他也在试探几位寨主和长老们的底线。对，陆姑娘实在聪慧，若非你提点，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到这么多。13，二长老跟寨主回来了，请你们过去。陆姑娘那一番话着实叫老身刮目相看。老身活了60载，还从未见过如姑娘这般通透的小姑娘，实在是叫人欢喜呀。多谢婆婆夸赞。老身也不绕弯子了。月川国虽然是苗疆的秘密，但如今这么一闹，这秘密也算不得什么秘密了。这世间呢，凡有关于长生之事，总能引来无数觊觎。月川国存在至今，也是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劫数。苗疆信奉古神，月川国乃是古神的化身，所以历来侍奉月川国也不算什么秘密。只是大招一朝，苗疆归顺朝廷，
一朝子民不可二心，此乃大罪，是以才成为了秘密。不过也是为了自保罢了。即便不是如今这件事戳破，日后也总会有各种原因戳破。人呐，只要有贪婪之心，便欲壑难填，迟早是要捅出来的。苗疆也早晚有此一劫，是祸躲不过。大长老虽然顽固，但有一点也是事实，我们招惹不起大殿下，无论大殿下为何而来，又做了什么，只要他一句苗疆通敌，我们便无路可走啊。陆泱泱明白他的意思，这也是大殿下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只要月川国存在，那侍奉月川国的苗疆便是有异心，这个罪名可大可小，随意他捏用。老神官姑娘见识不俗，可否有良策能解苗疆之急呀？我们这些老家伙死不足惜，只求能给这些孩子们留条活路，足矣。陆泱泱见此，急忙跟着起身，只是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破局，不过也并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们告诉我去月昌国的办法，我去杀了大殿下。什么？陆姑娘，这可不是说笑的。我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你们瞻前顾后不敢动手，是怕牵连苗疆，更怕大殿下把你们的秘密捅出去。那我们合作，先把这个麻烦解决掉，再想办法，总比现在刀掉在脑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好吧？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你们大概也是准备先杀了大殿下，然后把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地捂住，只是顾及大殿下的身份，所以现在不敢动手了，才造成了如今进退两难的局面。但现在既然秘密已经不是秘密了，你们再藏着掖着也没有意义了吧？说真能如姑娘所言，确实总比现在僵着要强。只是陆姑娘有所不知，月川国凶险，姑娘即便是进了月川国，也未必能杀得了大殿下，更未必能活着回来。苗疆蛊术并非人人都会，但在月川国却是人人都会的。月川国奇花异草遍地，是培养蛊虫的圣地。普通人到了那个地方，可能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月川国存在至今都未曾被发现，并非是苗疆死守秘密，而是误入月川国之人都已经没了踪迹。想要进入月川国或许有办法，但想要在月川国活下来却几乎没有可能，除非身负圣血，得蛊神青睐，否则无论是谁都有去无回呀。圣血又是什么东西啊？苗疆之所以能够修习蛊术，皆是因为圣血血脉的缘故，是以才会有灵性之说。血脉越靠近圣血血脉，在蛊术一道上就越有灵性，反之则没有灵性，也养不成最好的蛊虫。蛊虫也是有灵性的，真正厉害的蛊虫是可以被驱使作为武器的，但前提得是血脉对蛊虫有吸引力。啊，这也是蛊虫？是金齿蝎，被它咬伤之后，1刻钟之内就会全身麻痹，1个时辰之内必死无疑。今日倒是奇怪，这些蛊虫似乎都有些躁动。姑娘瞧见了吧？如同这样的蛊虫，月川国几乎人人会养。姑娘若只身去月川国，恐凶险万分啊。若当真如此的话，那想必也有克制之法吧？姑娘果然聪慧，大部分的蛊虫确实有克制之法，但蛊之所以成为蛊，便是万千毒虫厮杀的后果，所以要想克制，
就需要更强的蛊虫。老身没有信心，我苗疆最厉害的蛊能与月川国的蛊虫相比。姑娘可明白我的意思？生死自负。是，生死自负。是，生死自负。所以老身并不希望姑娘以命涉险。所以婆婆是想让我帮忙说动官府，你们可以作为主犯受罚，但年轻一辈不知道此事，希望能够饶过他们。这是婆婆的意思，还是黎寨主的意思？二长老，你们是想把罪责揽下来吗？这怎么可以？苗疆若有危难，那人人皆有责任，我们理应齐心协力，共同承担。老身属实不曾想到，不过几句话，姑娘便将老身的心思猜得明明白白。出来吧。祖父，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黎寨主摆手，让他先别说话，然后冲着陆泱泱拱了拱手。姑娘聪慧，从姑娘进入议事堂的那一刻，姑娘就在观察我们。同样的，老夫也在观察姑娘。虽然不能肯定，但方才姑娘能说出可以去杀了大殿下，便能证明一件事：姑娘的身份并不简单。怕是要让黎寨主失望了，我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我只是个大夫。所以别说我没有那个身份，即便有，苗疆此事重大，怕是要上报朝廷，我可做不了文武百官和皇帝的主。再加上有大殿下的党羽以及朝中各党派的利益牵扯，没人保得住通敌一事。黎寨主脸色微变，不是他要疾病乱投医，实在是苗疆这些年来偏居一隅，别说在朝中，单是在西南一带官场之中也并无人脉。姑娘想去月川国，我可以以苗疆13寨总寨主之名鼎力相助，只求姑娘能指点一二。只要能为苗疆留下血脉，我们这些老家伙万死不辞。陆姑娘，自苗疆归顺大昭以来，便料到必然会有一日陷入如今两难的境地，我们早已做好了准备，愿意为我们的信仰和信念付出代价。只是当真的到了要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免不了有私心。承担罪责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够了。祖父，二长老，你们这说的是什么话？苗疆是我们的家，若有罪，若要受罚，也当是我们一起承担。姑娘，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等找到盛小姐，我这条命任由姑娘处置。求姑娘给我们指一条明路吧。倒是有个办法，只不过看黎寨主能不能说动整个苗疆来配合了。他是盐帮的人，来苗疆是为了跟黎寨主谈盐矿的生意。若是你们私底下合作，是贩卖私盐，是重罪。但如果盐检的事情过了官府的明路，将苗疆改造成为另外一个盐矿，这就是将重罪变成了大功，将功折罪，罪名就可大可小。谢姑娘提点，这此事事关重大，不是老夫一个人能决定的。老夫方才对姑娘说的话也绝对算数。月川国在霍阴山与密林交界的镜湖之后，需穿过水道才能进入，这是青竹，是苗疆历代大祭司的本命谷。本命谷会随着每一任大祭司的死亡而陨落。这一支大限将至，苗疆世代信奉谷神，方能得谷神庇护。青竹能帮姑娘找到去月川国的路，祝愿姑娘能得偿所愿。大祭司不是……然后紧紧绷住了嘴。大祭司失踪，这不可能是他的本命谷，那就只可能是上一任大祭司尚在人世。这枚印章黎寨主先拿着，若苗疆遇到紧急情况，让人带着印章去请州府的天成商号，让他们帮你找一个叫明秀的姑娘，她会帮你。这是麝香丸，是青竹最喜欢的食物，一日喂上一粒，她就会听你的话，不会攻击你。祖父，我想跟陆姑娘一起去月川国，
为何？你蛊术不精，即便要去也……我想知道，我们信仰的蛊神是什么样的？此行凶险万分，我只能暗中拨调一部分人护送你们去镜湖，但是大长老那里必定会派人阻拦。除此之外，想必还会有其他的阻力。13，你是男子汉，也代表着我们苗疆，要保护好花蕊和陆姑娘，知道了吗？祖父放心吧，我一定会保护好花蕊和陆姑娘的。几日后，苗疆突然间来了一伙人，领头的人姓廖，下面的人管他叫廖总管。敢问阁下是什么人？来我苗疆有何贵干？黎寨主，明人不说暗话，我是大殿下的人，来这儿呢，是跟黎寨主做一笔生意。原本早些日子就该到，只是不巧，这整合人手耽搁了些时日。黎寨主寨子里的丧事都办好了吧？你雨花寨是你们动的手？黎寨主莫激动，有话好好说嘛。我呢，是来跟黎寨主做生意，只要黎寨主你好好配合，咱们日后也是同僚，合作愉快。我若是不配合呢？不配合，那就再办几场丧事。我既来了此地，你苗疆之人就休想再走出月牙山，我也不为难你。3日，我给你3日的时间，乖乖把眼睛交出来。我想黎寨主应该知道怎么选，为了区一个眼睛，搭上全族人的性命，可就得不偿失了。哦，对了，也别想着耍什么花样，你苗疆的把柄是什么？黎寨主心里清楚得很，要么归顺我们殿下，要么区一个苗疆罢了。我们殿下替陛下铲除你们这些有异心之人，可是大功一件。说完，廖总管根本不管身后人的脸色如何，带着人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寨子。你们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抓起来！7日之后就是祭神大典，全都送去当贡品。你们算什么东西？敢说本少女是贡品？你们给我！哎，别冲动，先混进去再说，让阿娇先跑。银月玲不情不愿地朝着阿娇看过去，刚要开口让阿娇先找个地方躲一躲，结果那个领头的人顺着他的目光瞥见阿娇那个大家伙。见过圣使。陆泱泱顺着那些人的目光落在身形巨大的大蟒蛇身上。不会这个圣使说的就是阿娇吧？请圣使和贵客同我们去圣都。可以。圣使大人，请您先行入城，我们会在5日之后的祭神大典随同族人一同入城。这是把他们丢在城门口不管了？几个生怕露馅，也不敢拦。可终于走了，这一路都快吓死我了，生怕露出什么马脚来，直接把我们给绑了。我们现在进了圣都，然后怎么办？这里看上去跟城镇没什么区别，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去找个客栈落脚啊？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吧，既然是圣都，应该会很热闹，总会有吃饭的地方的。几人进入饭馆，找了个位置坐下，刚要点菜，就听见一阵阵激烈的喝彩声。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山海经》的故事。话说在……喝彩声散去，清脆凌厉的声音从2楼清晰地传入陆泱泱的耳中。陆泱泱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啥？说书的姑娘话卡在嘴边，震惊地转过头撞上了陆泱泱的视线，瞬间便红了眼，仰起头将眼泪用力地咽回去。今儿个嗓子不舒服，请各位喝茶，明儿个再继续。我就知道，只要再等等，就一定会等到好事。你看是不是？你快让我掐一把，我肯定不是在做梦，对吧？啊！你还真掐呀！我好疼的好不好？泱泱，原来真的不
不是在做梦，真的是你。我每天都在做梦，梦到你还救我了。你是怎么听到的？你是不是跟我做的同一个梦？陆泱泱眼泪忍不住的往下掉。他这一路没有一天不胆战心惊的，他甚至不敢去设想，也没有办法去设想。他害怕呀，害怕他走了这么长的路找不到他。我没什么事，真的，就是路上受了一点苦。